这一次俊谷来到的地方真的是十分的特别哦，这里是被称为中国地窑第一村。一进入到这个村子啊，你会发现进村不见村，见树不见房，闻声不见人，真的是非常的奇特。中国地窖第一村说的就是位于陕西省咸阳市三原县的百社古村。百社村始建于近代，历史上因广植柏树而得名百社。距今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现已保存较为完整的下沉式地窖四合院和少数关中传统建筑为特色。我们的祖国幅员辽阔，不同的地区有它独特的民居。地坑院主要是分布在河南、山西、陕西、甘肃等地区。地坑院也叫天井院、地阴坑、地窑，是古代人们血迹方式的遗留，被称为中国北方的地下四合院。据说这种建筑形式已有约4000多年的历史了。在这里周围啊，全部都是地坑院。看一下这一座，已经是完全被遗弃掉了，里面呢都已经长满了植物，而且这些植物啊都长到这上面来了。从外表上来看呢，完全看不出来它是一座地坑院。这边这个也是入口，后面这些地坑院呢，就是经过后期修缮过的，因为这里啊已经是在发展旅游了。所以呢，你看下面的这些房子都是有人在居住的，有些呢是被改造成了餐厅，里面就是一个菜园子。这是另外一个院子，修整过的就是完全不一样哦，上面呢都是做了护栏。我相信有很多小伙伴应该都会有和我一样的问题，就是他们生活在这种地坑院里面呢，平时的生活用水怎么来，以及下雨天的时候啊，会不会渗水到下面去呢？还有他们的生活污水啊，又是如何去把它给排放掉的？里面又有没有厕所？那我们就带着这些问题啊，进入到这个地坑院里面去探索一下。我看到这边有很多本地的大爷在这里，不知道在干什么，好像是在打牌。你好，在打牌啊？玩的。哦，你们都是这个村子的人 ？Yes。哦 ，Yes 啊，还会讲英语啊？这个大哥英语不错啊。日本字儿另外也着了。你怎么听？你怎么听？大哥，你讲的话我听不懂，这位大哥讲的话我听得懂。那他会说英语。日本中。其实作为南方广东人的我，在来到北方的农村里，跟当地人交流，其实还是有点困难的。因为在村子里面居住的大多数都是中老年人，他们讲的话带有厚重的乡音，或者直接跟我讲当地的方言，所以沟通上往往没有那么顺畅。来到百社古村，我发现其中一部分地坑院已经被重新装修过了，看不出原来的样子；另一部分就是没有人居住的。地坑院下面杂草丛生，也看不到原来的样子。我十分好奇地问村民，这里还有没有原生态的地坑院，并且还有人居住的？那现在还有人住在地坑院里面吗？有。啊，在哪里啊？在那边对吧？啊，还生活在地坑院里面。啊。这个广东人一会到你们的。哎，你好，你好，大叔你好。啊，对，我想去您家看一下，可以不？哦，好的好的，来去参观一下这位大叔的房子。您是骑摩托车过来的？这个都不远。哦，不远对吧？那我走路过去。他俩都走哈。啊，好的。这里的村民呢，平时就是坐在地坑院的上面呢打牌。大叔平时都是过来这里打牌吗？哦。那老年人没事干。哦。想要打牌。一到下雨天呢，就是有很多黄泥啊。刚刚我走着走着还差点滑一跤啊！你看这个鞋子全部都是泥了。大叔的摩托车呢也是牵着走。今天刚好是星期天，我看到也有一些游客是开着车过来这边体验一下这种地坑院啊，因为这里也是有一些地坑院呢是被改为农家乐了。大叔您贵姓啊？姓周又做。姓周。周又做树做。做树的做啊。做啊。是哪个字啊？地下工字。左。啊，周又做。哦，左右的左。啊。大叔是姓左，左宗棠的左。这间房子是新建的对吧？是后来才建的。这后来建的搞农具的。啊，放农具的。你看这个都是用秸秆还有黄泥做的墙壁。
你看这个门呢，还有铁皮包裹的。房子就是这座，从这里下去。这一条通道明显就是属于比较老的那种，没有后期翻修过的。原生态，左大叔啊，哎，您家的这个院子有多少年的历史了120-30年， ？120-30年了。哇，总共是住了几代人7代。 ？7代人了。那您从小就是在这里生活的？哎，哦。哇，这里真的是好漂亮啊！中间这棵树是什么树啊？是杏树。上面还挂着灯笼。真正原生态的地坑院。阿姨您好，左大叔，你们家这个房子总共是有多少间房啊？一共是连栋是8间。啊8间。啊，总共是8间啊。哎，好水给好睡吧？哦，好。哦，我正好渴了，看了对。我的杯子放在车上面了。这个自配。哇，刚刚一路走过来出了很多汗。这个自配。哦，好，非常感谢啊。给3个瓜，西瓜。哦，这个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啊！啊，这个房子真的是原生态的啊。啊，原生态的。嗯。这拍电视的。哦，还有人过来这里拍电视。啊。哦。北京制片厂都在这拍过，韩国也在这拍过。哦，韩国人也过来这里拍过。哎，就我一家。哦，就只有这一家。啊，再没有了。哦，其他的都是没有人住的了。都翻修过了。都翻修过了啊，那就没有那种原生态的感觉了。啊，没得老的了。他们拍电视啊、拍电影呢，都是要找这种真正原生态的没有修过的。你看，包括这个地板啊，都是泥土。啊，土的。非常感谢左大叔，还有阿姨的招待，太解渴了。吃惯了。啊，不吃。在陕北这边呢，当时你们盖房子，为什么不想着直接在平地上面直接盖砖瓦房呢？那这旧社会人穷的很。但是挖出这么一个大坑啊，也要费不少人力啊，也要花不少钱啊。不花钱。不花钱。光出些力。今年修不完，明年修不完，后年慢慢修。慢慢修的。啊。哦，先挖几个房间出来。挖2个。挖2个。3个连着洞子带，一个灶房，一个住人的，挖3个就行了。嗯，挖3个就可以了。啊。哦，然后人多了，哎，再挖其他的。知道的时候。嗯。往后了，明年挖了，后年挖，慢慢挖。慢慢挖。啊。所以这一座房子也不是一步到位的。得好6、7年、7、8年。才能够盖成这个规模。啊。就你们这里除了种苹果以外，还有种其他农作物吗？那就是些麦子嘛，麦子、玉米。哦，麦子、玉米。包谷子玉米。就是种在这个村子的附近。啊。以前没有自来水的时候，这个水从哪里来？有井，做井。哦，有井。往上浇。哦，挖了一口井。啊。就是那个浇就那个井。我看这里平时下雨应该不多吧？不太多。不太多啊。那这个土地都比较干。啊，干。那这个井是不是要挖得很深啊？挖不深。不深啊。不深。需要挖几米才会有水？挖大概20米。20米。20米有水。哇，20米已经很深了。我这不算深。不算深。到我边的话还有200米的。200米。啊。一口井。啊。哦，那就太深了。啊。像我小时候啊，也是住在农村的房子里面嘛，就是那种砖瓦房。家里面呢也是有一口井的，但是挖的应该没有那么深。我印象中应该7、8米就有水了。啊，7、8米啊。对。你那个水多。水多，南方水多嘛，雨水也多，山林多。啊，北方这是北方海岸地区，水比较少，这地下水比较缺乏。啊。对。大叔，我还有一个疑问啊，像你们平时生活污水啊，排到哪里去？就到了我水井去。哦，这个。啊，到我里水，排到地下了。下雨那个水也对。排到地下。它就自动渗下去了吗？这个透着。渗到地下去。这透的。哦，它不需要把它抽出来。不抽。就这满了，就进到30天就渗过。哎。原是那脏水下去后，经过透支一过滤，就渗到地里时候可成了好水了。
哦，就成了哦，就被这个大地过滤了，啊就变成干净的水了。啊还从这底下都慢慢渗下去。像我刚刚从外面来的时候啊，还下了一场大雨，啊下了一场大雨，然后看到一路上啊，就是雨水很多嘛。我看到这上面呢，这些黄泥啊，就屋顶上面就是黄泥嘛，它会不会水啊，会不会渗入到房间里面来？不会，不会的，不会。头进去了，那座雨大的那水就高。年岁长时间啥，那水就流走了，流到地处去。这我建的这房子比较高一点，比较高一点。高的啊。它南半整个都高，它长那边我知道了。像这个房间啊，房间它这里有一个屋顶嘛到上面的地面大概有多厚啊？大概就是4米厚啊。哦，有4米厚，4米多厚。所以上面就算是小轿车从上面过，不怕，都没事的。不怕。我一年那漏草要把砸几次的。就是我汽车拉车站在上面，撵都没事。哦，就是那些货车都没事，没事，拉货的都没事。没事。哇，这么扎实啊！那你们这里的其他的村民哈，他们盖房子啊，都是盖外面那种地面上盖的房子了这种房子就没有人再盖了，对吧？现在都盖了。不准盖了，这都是这旧的呢，修呢，回家可把你这旧的修。现在盖房子，都是这居民点，一家挨家，水泥房、水泥楼。这城里属于。其实我觉得还是有自家的院子这种会比较好一点。这冬暖夏凉嘛。冬暖夏凉是一回事，对吧？毕竟呢，这里有一个生活的空间。就是的。对吧？你看这里这个空间就是可以种树啊，种花花草草啊，就是一家人可以在这个院子里面活动啊。比起城里的那些其实我们叫做水泥盒子我更加愿意叫它水泥盒子我不愿意叫它是房子因为我认为房子应该是就一座一座的就是有个院子院子可以种树，这个才叫房子。这叫四合院。对，你说的这叫四合院。对，一家一院，一家院。只是它是地下的四合院环境确实没得说。我也非常能够理解两位为什么还愿意住在这种房子里。那不住我非常能够理解。冬暖夏凉，这个也养静，也没得啥吵。不吵。对，你像城市里面住在我说的那个水泥盒子住在楼上的人，那个脚蹬2下，下面的人就嫌吵楼下的人在唱卡拉 OK，我又受不了，要下去说了，对吧？就肯定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还有高空有小孩子扔东西下来，扔剪刀下来的都有。这个是很吓人的事情。这个特别是挨街道的那房子。那公共汽车一喇叭一响，吵得也睡不着。对，像这里呢就非常有乡土气息，乡土气息其实住人呢，只要稍微收拾一下这里，对吧，就可以很漂亮、很舒服的了。当然你们可能就是为了保持原生态让那些拍电影、拍电视的人可以进来拍不然的话也是可以稍微收拾一下嘛，对吧？这里就可以就生活上就更加方便嘛。我这看，我这原来是白的，白亮的。他拍电影的时候，他用泥巴跟把这抹了。旧社会的。本来是跟窑里一样。原来是白的，这里头是白的。这都是白颜色。他给我弄了些泥巴，把它弄成黄的。我这扔了没进，可没。原来是这样子，是有意识这么做的。他是拍电影的时候拍旧社会。看得出来，这里确实是原本是涂了那个石灰，白灰。看来这个窑洞它还是蛮坚固、蛮耐用的你看它这个都已经130来年了。这主要是北方水少。北方水少，雨水少。所以它这个泥土就不容易松动。北方的土质比较坚硬，这个水分少。像你南方，水分多，土质松软，就没有这。对。如果说像南方在这个山壁上凿一个洞。那个洞里面肯定是很湿的，很湿的。对，山洞里时候就吃了水了，挖出了水了。对，全部都是水了。这个墙壁都是湿的了。你看这里都是干的。这只有里边行人，你看是轻易谁不塌？这人行还得是要适度的，
人家说人是腰的柱子，人性的腰里不塌。这句话我听得不是很明白。人是腰的柱子，意思人静止觉的，他人是摇的柱子，木子柱子，柱子哦，明白了，人是摇的柱子，只要有人住，它就不会塌。不会塌。留个几十年没有人住，它就容易塌。 2、3年没有人住，它就报废了。这腰有人气的地方，它就确实它会保持一种好的状态。就是的，人也会给它修修补补嘛。就是的啊。有时候常年没有人住，它确实是容易倒塌的。这里的地坑院呢，是不是每家每户都会有种一棵树？一棵树，都有树，当配都有树，种一棵树的，也能乘凉。它只要乘凉的，如果这没有这一棵树，到是伏的天气，像在那这从明，今儿就是伏的嘛，明儿是伏的，有了伏以后这37吧，都这热就行不出，有这一棵树这地还是凉的。就是大树底下好乘凉。对。这个窑洞里面也是很凉吧？那窑里说还比院凉。比院子还凉。这窗台上是纬度标39度6，窑后头就是20度。哇，这个就太有效果了哇！这就不用那空调，我中午休息都盖被子，不盖被子冻醒来了。中午睡觉还要盖被子，不盖被子冻醒来了。哇，这个效果太明显了，太好了，真的是冬暖夏凉。外边越热，里头越凉。冬季是外边越冷，里头越热。就冬天的时候里面也暖。这里冬天可以冷到多少度啊？这里看，零下1、2度、2、3度3。这里头就是8、9度、10度。是相差外。真正的是冬暖夏凉。难怪就是你们2位选择住这种窑洞确实它这个居住的环境呢要比外面好得多。等我到这住惯了，我房电我一下都起不成，房电一时都行不成。我房电起就你说的那，随你活着，那还是的。那热的就行，一天都睡不好。那起一时都行不出，不是都是热的很，热起都不得吃了。对。热的没出兴趣。阿姨带我看一下窑坑里面的厨房是怎样子的。敞开。这里还烧柴火。这是苹果柿子浇还多余的烧。这个柴火烟从哪里出来啊？就这里。这里刚好就不会碰到那些树哈。哇，看一下，就是这个窗，灶台就是在这个窗的下面。我感觉用柴火做的饭呢，香，比较香比煤炭香。对，这个是用来抠牛的吧？这个是抠牛的，这个是抠牛的，这个是抠马的还有抠马的中间这个是用来干嘛的？这是呢拴马的。拴马的。拴马是马头上戴的。这2个呢也是用在。这个是拴牛的。这个我给你拿下。这个拴牛的。拴牛的拴在牛鼻子那个位置的。在牛皮子上的。这个是拴马的拴马的。你再把这个配上，它这个黑细线你有没有见过？看。这个木盒子是用来干嘛的？这是原来旧社会是叫绳子，两个式的，10绳就是1斗，我是斗，这是绳。那个叫斗。两式的量式的。这叫绳子。旧社会不用那秤，就用这量的就相当于是一个单位了。是一个单位这是一个量器。是个量器，对。这样子南方没这，北方就是叫。南方可能是用其他东西。用秤。对。北方是不用秤。旧社会不用秤，光用量的因为那个时候可能很少秤人的都比较的厚道一点，不省费。就是拿我一量我一升是3斤，我一斗就30斤。2位非常热情，刚刚还给我西瓜吃太客气了太热情了。都是谁拿好？给你都是开平到车上的。我瓶子，对，我的水杯在车上，我车上也有水。有水。好，非常感谢2位
在离别时，左大叔还亲自送我回到车里。当地百姓的热情和淳朴令我十分感动。这一次的百社古村之旅，我接触到了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地坑院，也懂得了很多关于地坑院的知识和历史。在此非常感谢左大叔和阿姨的接待。以后可来啊！好，握个手啊，对，握个手。对，以后来。好的，好的，好的。以后来啊。这张消息，这张滑得很啊。好的，好的。滑得很啊。好，我慢慢开，慢慢开啊。对。好，再见，左大叔啊。以后可来啊。好的，好的。您慢走啊！那今天这条视频呢，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再见，拜拜。